年銷1000萬隻，門店破萬家，被韓國人幹廢了的炸雞，為啥能稱霸中國的餐飲市場呢？前有肯德基帶着吮指原味雞敲開中國大門，後有正新雞排靠10元大雞排橫掃街頭。據數據顯示，中國炸雞行業2019年規模已經達到3000億元。然而到了2024年，炸雞規模直接衝到了4796億元。論起炸雞，就這幾個：美式、韓式、台式、中式。而最早的炸雞是在戰爭時期，美國人將裹着面糊下鍋的炸雞帶到世界各地，之後韓國人將它改良，加上了各種醬料，才有了如今的韓式炸雞。可2018年之前的韓式炸雞在韓國還混得风生水起。然而仅2018年1年，韓國就有超過8400家炸雞店遭遇消消樂。可在中國的韓式炸雞門店卻逆勢猛增，一盒10幾塊錢的炸雞到底是如何稱霸中國餐飲的呢？其實炸鸡並不是现代產物，早在中世紀的歐洲，炸雞就已經走進了貴族餐桌。12世紀的法國宮廷菜譜《法國烹飪大全》中就記載了油炸雞脯肉的做法。可真正讓炸雞從貴族菜肴走向大眾美食，並形成完整風味體系的，是17世紀黑奴帶到美國的非洲烹飪技法。當時非洲西海岸的部落為了延長肉類保質期，會用紅辣椒、蒜、薑等香料醃制雞肉，再放入棕櫚油中油炸。這種做法既能掩蓋肉類不新鮮的味道，又能讓口感更有層次。黑奴被販賣到美國南方後，將這種技法與當地食材結合，逐漸形成了美式南方炸雞。可在當時，炸雞並沒有流行到整個美国，直到快餐行業興起，肯德基創始人山德士上校将炸雞配方標準化，用一種香料醃制，再用高壓鍋油炸，讓炸雞從家庭菜變成了快餐品。20世紀中期，炸雞隨着全球化浪潮走向世界，在韓国，它與本土醬料結合，變成了甜辣口的韓式炸雞。在日本，出現了配醬油和檸檬汁的日式炸雞塊。而到了中国，它則開啟了一場本土化的改造。1987年，肯德基在北京前門開店時，炸雞還只是洋快餐套餐裡的配角。當時一份吮指原味雞要8塊錢，相當於普通工人2天工資。普通人想解饞得等過年。那時候的炸雞身上還帶着高端洋氣的標籤，跟街頭小吃壓根不搭邊。誰能想到30多年後，炸雞會跟烤串、麻辣燙一起成了夜市3巨頭？這一切的轉折點要從本土化改造說起。早期肯德基、麥當勞的炸雞還保留着歐美大塊肉、少調味的風格，中國人吃的總覺得差點意思。直到2000年後，本土品牌開始對炸雞下手，正新雞排把台灣夜市的大雞排變小，便保價格壓到10塊錢，配上辣椒粉、甘梅粉，一下子戳中了年輕人便宜夠味的需求。華萊士更狠，直接推出香辣雞腿堡加雞塊的15元套餐，把炸雞從配菜變成主食，硬是在下沉市場撕開一道口子。可炸雞又是如何拿下消費者的呢？在省錢這件事上，中國人向來都很認真，而炸雞又剛好踩中了性價比的命門。10塊錢能買一塊大雞排，20塊錢能買一份炸雞加年糕加可樂，就算是學生黨都能輕鬆實現炸雞自由。而炸雞價格親民的背後，是一整套成本上的控制。首先就是炸雞所用的雞腿肉、雞胸肉大多都是規模化養殖的冻品，價格穩定不說，還便宜。比如1斤凍雞腿肉，採購價不到10塊錢，卻能出3、4塊的大雞排。然後是門店模式，一家炸雞店只需要5到10平米就能開店，大多還都是個人门店，節省下來的成本都能給炸雞挪出更大的利潤空間。如此便宜的炸雞，又是如何称霸中国连鎖餐飲的呢？其實像连锁的这些餐饮，最看重的就是可複製性，而炸雞就剛好符合這個需求。無論是醃製、裹粉還是油炸，炸雞都有明確的流程和時間標準，甚至連油溫都能精確到170攝氏度，炸6分鐘這樣。而且炸雞店的門店靈活度高，比如正新雞排，巔峰時期開出2.5萬家門店，其中70%都是10平米以下的檔口店。除了可複製性以外，連鎖餐飲想要生存下去，就離不開高毛利和高頻消費，而炸雞正好兩者全占。比如一塊雞排的成本3到4元，賣12元，毛利近70%，火鍋毛利50%，中餐毛利40%都要高很多。再看消費頻率，炸雞不像火鍋、燒烤需要攒局才能吃，它既能當正餐又能當零食，消費者一周吃2到3次都很正常。當然，炸雞也不是沒有煩惱，現在年輕人越來越注重健康，油炸食品不健康的聲音一直存在。於是品牌們又開始捲健康，推出空氣炸鍋、炸雞、低脂炸雞，用橄欖油代替普通食用油，甚至還有不少品牌玩出新花樣，推出爆浆芝士炸雞、蜂蜜芥末炸鸡等。或许在未来，炸雞還會有更多新玩法，但無論怎麼變，只要它還能給我們帶來10塊錢的快樂，就依然能在餐飲市場占據一席之地。畢竟誰能拒絕一口金黃酥脆、咬開流汁的炸雞呢？